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我老家，在野外这里啊。今天我骑着电瓶车跟我朋友一起来到山里，这里的自然啊，真的是非常原始。大家可以看后面有个小的瀑布，有个水塘，特别适合游泳。现在我就像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一样啊。等一下，我们也看看周围的环境吧。这里是梯级的瀑布，有很多级，还是非常漂亮的哦。我们再往上看，我的德国朋友在那里休息，然后再看看周围的植被，这些啊都是原始森林啊，比如说野的香蕉，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上看。是笔直啊，这个山峰大概落差，我觉得应该有100层楼那么高，也就是大概300米左右吧。像这种都是非常茂密的森林。这里面也有鱼啊，蓝天白云。你看这水特别清哦。现在是从上往下看啊。这水特别的干净啊，真的非常干净。好，等一下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就坐下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我在水中间走啊，现在，你看看这瀑布，我们家乡的自然环境真是太好了。特别适合我们这地方自己啊，在这地方养老。因为如果是外地，特别是北方的，可能不太适应这种气候。现在我觉得天气也很不错。我是跟着我的德国朋友一起来，等一下我们看看他在这里站着。然后呢，这里有几个台阶的小瀑布，这水特别美，很干净哦。看，朋友们，大家好，你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在我们老家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吧，这里没有人，我们呢就像在度假或者像退休人员一样，在这里享受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今天以退休这个话题来说一说。昨天，中国有关部门把中国老人退休年龄，比如说男的逐渐从60提高到63岁。女的从55岁提高到58岁，或者从50岁提高到55岁。今天我们就想以这个来说说啊。首先呢，我们请我们的德国朋友来说说德国的退休年龄怎么样。Also ich habe aus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diesen Bericht gelesen, dass die gleiche Diskussion, die in Deutschland begonnen hat zum Rentenalter, jetzt auch in China zutrifft. Allerdings ist die Voraussetzung in Deutschland eine andere. Das Rentenalter in Deutschland soll auf 67 erhöht werden. Das heißt, die Menschen würden normalerweise mit 63 bzw. Männer mit 65 und die sollen jetzt um 2 Jahre erhöht werden, also mit 67. Das bedeutet, man hat als Deutscher, wenn man in die Rentenversicherung einbezahlt hat, maximal 48% seines letzten Bruttolohnes. Und von diesem Bruttolohn, also von diesen 48%, ist es auch noch notwendig, Steuern zu bezahlen, sowie die Krankenversicherung muss der Rentner selber zahlen. Es ist auch so, dass das Renteneintrittsalter von 63 auf 65 und nun auf 67 erhöht wird, einfach um die Rente zu stabilisieren. Es ist eine Möglichkeit, dass man etwas früher, also mit 65 in Rente gehen kann.
Voraussetzung davon ist aber, dass man bereit ist, monatlich 0,3% seiner Renten abziehen zu lassen. Das heißt 3,6% weniger Rente für jedes Jahr, dass man vor 67 in Rente geht. Das ist die 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Ein weiterer wichtiger Aspekt ist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Mann und Frau. Das heißt, Frauen konnten mit 63 in Rente gehen, Männern mit 65. Jetzt wird für beide, für Männer und Frauen, das Rentenalter um 2 Jahre angehoben. 朋友们，刚才咱们的德国朋友介绍了德国退休年龄，男的67岁，女的65岁。然后呢，德国的退休工资大概有多少？就是税前工资的48%。另外，德国退休金是要缴税的。然后呢，德国退休老人必须自己从退休金里面拿钱出来购买医疗保险。这是2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啊。现在咱们来说说中国的退休年龄吧。因为昨天呢，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决定了啊，就是中国逐渐把男士的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3岁，然后女士呢从55岁提高到58岁，或者如果是工人的话，从50岁逐渐提高到55岁。关于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啊，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一直无法实施，因为整个社会这个反弹太大了。这我能够理解，因为人类啊都是自私的。但是我觉得啊，要从整个国家利益来考虑，因为据我所知啊，中国退休年龄几乎是全世界年龄啊最低的啊。中国的女士如果是工人身份，50岁就可以退休了，对不对？正常的女性呢55岁，男士60岁，这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特别是女工。所以呢，我觉得啊，中国人应该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才对，因为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现在看看整个欧盟各个国家他们退休年龄的对比啊。我们看这项啊是男的，对吧？这项呢是女的，然后呢这项是计划退休年龄，这里呢是目前的退休年龄。比如说退休年龄最长的是荷兰，男的66.3。女的也是66.3岁，但是呢，计划今后呢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它也是阶梯式的逐渐提高到67岁。然后呢是英国66岁，男女都一样。爱尔兰也是66岁，但是计划提高到68岁，更狠。然后呢就是德国了，处于欧盟的第4。当然在这里呢，英国也包括在内啊。德国呢，目前退休年龄是65.7岁，女的也是65.7岁。所以呢，刚才那位德国朋友呢说的有点错误，他把女的退休年龄缩短了2岁，是不对的啊，这里纠正一下。但是德国退休年龄也是提高到67岁。然后就是丹麦65.5、66.5，他们是男女都平等的退休年龄。这里在退休年龄这一块，好像欧盟还是男女比较平等的，也有例外。好，我们看葡萄牙65.3，奥地利男的65岁退休，女的60岁，但是最后呢还会提高到男女都65岁。比利时65岁65岁，也是提高到67岁。然后就是塞浦路斯65岁，西班牙男女一样65岁，芬兰65岁，波兰65岁男的，60岁女的。罗马尼亚65岁男的，女的61.3岁。然后呢是瑞典，男女平等65岁。瑞士男的65岁，女的64岁。然后呢都计划提高到65岁。好，法国目前退休年龄男女都一样64.5岁。哎，这里计划62岁，有点怪，不太理解。匈牙利目前男的是64.5岁退休，女的是62岁，计划也是提高到65岁。保加利亚64.3、61.5等等等等，就不要看了，都是超过60岁的啊，对吧？然后都计划提高到65岁，甚至67岁。然后爱尔兰这里呢更狠，68岁。好，现在我们看全球各州退休年龄排行。我们看红的法定退休年龄，亚洲的以色列67岁，
日本65岁，韩国62岁，中国60岁。在这里呢，我们得说说60岁呢，它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呢，女的刚才我们说了啊，目前为止是55岁，或者如果是工人的话，50岁就可以退休了。所以在这里呢，中国这数据不是特别准确。昨天开始，男的提高到63岁，女的呢有2个，原来是工人的从50提高到55，原来呢是其他的企业的从55提高到58，但是还是比我们原来看的，比如说欧盟那些国家都少很多年呢。印度58岁，印尼57岁，沙特是例外47岁。然后这里就是欧洲的就不看了，因为原来我们已经看过了啊。我们看北美洲，美国的66岁，加拿大65岁，墨西哥65岁，然后是哥斯达黎加62岁，智利65岁，阿根廷65岁，哥伦比亚62岁，巴西62岁，南非60岁，然后是新西兰65岁。目前为止，比中国提早退休的只有哪个国家呢？土耳其是一个，还有沙特阿拉伯、印尼以及印度，只有4个国家，他们退休年龄比中国低，其他都比中国高。所以前面我说了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老是抱怨那些中国的老人啊，应该看看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我觉得这样可能你的心里稍微平衡一点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很多国家确实允许提前退休，但是对不起，那就少拿退休金吧。比如德国，每提前1个月退休，扣0.3%的退休金；如果提前1年退休，就是扣掉3.6%；提前2年退休，扣7.2%，以此类推，是从退休之日起，直到见马克思为止，都被扣掉。所以算起来其实非常不合算。因为目前为止啊，德国女士啊是60岁退休，德国男士甚至呢是63岁或者是65岁。具体刚才我们的德国朋友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啊，到时如果我说错了，那请大家多多关照。反正就是德国人的退休年龄要比中国人足足多出了好几年，所以我觉得啊，这样一对比，中国人应该知足了。另外呢，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的退休年龄都比较高，比如说日本，对不对？还有美国，甚至呢，美国有这样啊，就是你越延迟退休，你的退休金就越高。比如说，你可以70岁退休，也可以75岁退休，甚至可以80岁退休。如果你是80岁退休，那你的退休金是老高了。但是你要想想啊，按照普通人的那个人均寿命啊，可能很多男人都活不到80岁。也就是说，如果那个美国人计划80岁或是81岁才退休，也许他等于是工作到死那天了。那国家当然愿意了，对不对？因为不用付退休金了。中国的退休金相对来说啊，跟当地的收入、跟当地的物价比起来，其实是相当高的了。比如说，有的人在小地方的人，或者原来工厂的效益不太好，退休金可能只有2000块钱、3000块钱，所以抱怨呢，退休金太低了，怎么活下去啊？但是你要想的啊，中国人平均的在小地方，可能工资就是300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的退休金就2000多块、30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全职人的收入，这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可想象。据我所知啊，我的朋友圈有不少，他们有的人退休金1个月甚至1万多块人民币。比如说我一个高中的老师，他后来自己变成了教授，现在退休了，60多一点。昨天我拜访过他，他告诉我，他现在退休金有1万多块钱，具体1万多少我没有问，因为不好意思问。他说1万多，我取个中位值吧，15000块钱，那就相当于差不多2000欧元了。桂林的我觉得一般的工资吧，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如果他是15000块钱的工资，他根本就用不完，对不对？绝对用不完。所以他说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财政方面的压力，就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初中的老师，他现在退休金有多少钱呢？8000块钱，而当地的工资大概是3000多到4000，也就是他的退休金是当地人2倍的工资，所以他的退休金也用不完。还有其他的，去年是前年吧，我去一个山村
遇到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他退休了，他说他的退休金有5000多块钱，他也用不完啊，在农村，他有自己房子，然后呢，他有自己菜园，所以他的生活支出其实很少。这是我遇到的这些退休老人，其实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无忧无虑。当然，城市中的老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你们没有自己的菜园呀，没有自己宅基地，但是一般啊，在中国退休老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住房了，所以呢，就是自己呢吃饭。我认为啊，在城市，如果你们是2个老人，一个月算3000块钱吃饭，肯定是顶天了，对不对？2个老人退休金，低的有5、6千块钱，高的可能有1万来块钱左右。这样的话，这钱也用不完啊。我来说说德国吧，大家注意啊，德国老人的法定退休金是这样啊。刚才那位德国朋友介绍了，是他相当于退休之前他毛收入税前收入的48%。比如说他退休之前他的收入是100块钱的话，那他退休之后拿到手的是48，注意啊，这48还要缴税。另外，他还自己从这48块钱里面拿钱出来买德国的医疗保险。大家没有听错，德国退休老人必须自己购买医疗保险。另外，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德国老人的退休金是这样啊，平均男的老人大概是1200欧元左右，德国老太太她的平均退休金甚至1000欧元都不到。然后呢，他们自己还得买医疗保险，如果比如说超过1200，男的啊，可能还要缴一部分税，所以最后拿到手也许呢只有800-900欧元左右。大家想想看，800-900欧元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算你900，那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0出头。注意啊，德国老人大部分是没有自己房子的，还要交房租，还要吃饭。所以啊，在德国，如果你自己啊在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节俭，没有什么存款，那你老了之后是非常受穷的啊，很多人根本过不下去，所以呢还要申请国家救助，就是德国老年贫困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那我们回到中国，我知道啊，因为这个讨论真的好几年了，很多人反对，我周围很多人也一样。前面我提到，人性啊都是自私的，对不对？我认识的，我原来一个发小，一个女的，她原来呢是工人身份，50岁退休了。你们知道，在中国现在50岁可以说是中青年，对不对？还不算老年。现在退休老人怎么样？50岁，如果他没有什么病的话，一天到晚跳广场舞、扰民，而且据我所知，很多退休老人还去干第二份职业，在中国一般都不收税，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赚100块钱，拿到手的就是100块钱。这在德国，在西方国家不可想象。在西方国家，即使呢你退休之后想出去打工，相当于补贴家用，你挣的每一分钱都得告诉税务局，超过一定的限额必须缴税。所以呢，在德国啊，作为纳税人是非常苦逼的啊。这点也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另外呢，我的一些中学的女同学已经退休了，55岁。有一个原来是重点中学的老师，现在呢退休之后，他被另外一所私立学校聘到那里去，也就是说，他有第二份工资，而且他的第二份工资比第一份他的退休金更高。他退休金我没有问啊，估计呢有6000块钱左右。那如果是更高的话，那他一个月的收入就有1万多人民币，1000多欧元，大概1500欧元吧。而且这些都是免税的啊，不用自己缴税，不用自己另外买那个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我的这个中学女同学，她的收入即使折合成欧元，都要比很多德国老人的收入更高。何况在中国的那个消费水平，对吧？物价可能只相当于德国的1/5左右。她不用交房租，中国的电费也便宜，中国食品也便宜，所以最后她赚的这些钱根本就花不完，而德国老人很多面临老年贫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哈，一个是我们要自己跟自己比啊，觉得啊，我跟以前比，以前本来是50岁可以退休了，今后呢我55岁，所以呢我感到非常不满。
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要知道，如果这个国家不把这退休年龄延长的话，那整个国家这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呢？年纪轻轻就退休了，这养老金这个整个体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另外，我们要跟德国比，男的现在是63岁，升高到比如说67岁，等等等等。另外，从退休金的高低与他原来退休之前的工资相比，中国老人他退休金甚至呢比他退休前的工资还高，在德国根本不可想象。前面提到，德国退休金的水平是他退休前工资的一半都不到，只有48%，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德国和中国这横向比较之后，我觉得真的我们中国人应该知足了，这是我对各位的忠告。另外，那些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人，他是这样认为：我们年纪都那么大了，还怎么能去工作呢？但是，另外一边，你看你退休了，很多人呢出去做第二份职业，有第二份收入。你第二份收入的工作你能干啊？那就说明啊，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其实这是可行的。只不过呢，我们每个人不想放弃自己得到的好处而已。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们老年人呢提早下来，把这个工作位置让给年轻人。但是呢，这只是一部分，极少一部分。大部分人退下来之后，像刚才我说的，可能去做第二份职业去了。也就是说，还是占着那个茅坑不拉屎。当然，这个例子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出来，是不是反映出了实际情况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中国有关部门昨天通过了法律，逐渐提高中国老人这个退休年龄。比如说，男士从60提高到63，女士从50提高到55，或者从55提高到58岁。即使这样啊，还是要比德国人少工作很多很多年。所以啊，我再说一次啊，我们中国人应该知足了。好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也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